当全世界都告诉你美国这个月降息的概率几乎是100%的时候呢，是不是也等同于告诉你美债已经到了抄底的时机呢？因为只要你在这个月降息之前提前去抄底美债，那么你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做，美国政府呢就会养着你。就是如果你买了30年的美债，每年美国呢就会付你 4.7% 的利息，直接养着你30年。但只要你晚了一点点，你在降息之后才去买这个美债呢，你不但要花更贵的价格去买，而且你就不可能有 4.7% 的利息了，可能就只剩下 3% 甚至 2% 以下的利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只要一降息呢，利息都会被压得很低，都是在 2% 以下的。而现在好不容易利息有个 4-5%， 如果你现在不提前去锁定这 4-5% 的利息呢，那以后就没机会了，因为以后呢又将会是低利率的时代。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萨利森。其实这样的话术呢，在去年我们应该也听过一次了，但剧本呢却是反过来了。你会发现，去年只要一降息之后呢，这个30年美债的利息反而是直接从 4% 涨到后面 5% 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提前抄底了美债，你就要损失了 1% 的利息，也就是 25% 左右的利润。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你买的是全世界最多人买的美债 ETF， 那么在降息之后呢，这个 ETF 的价格直接是暴跌了 15% 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债一直以来都是最安全的资产嘛，所以能拿去买美债的钱呢，一般都不是小钱。也就是说，你去年在降息之前呢，拿100万美金去抄底美债 ETF 的时候呢，你就亏了15万哦。所以各位必须要先意识到一点，就算美联储降息了，但不代表美债利息呢就会跟着降了，反而应该是反过来的。我之前就用一期去证明了一下，红色的那一条线呢是2年期美债利息，蓝色的是美联储的利息。你可以看到每一期呢都是红线带着蓝线去走了，也就是说其实是短期美债的利息降下去了，美联储才可以去降息的。细节呢你去看这一部影片，你这样理解吗？就是美债有人接盘了，有人去买了之后呢，美债的利息才会降下来，然后美联储呢才可以跟着把它银行的利息降低了。所以很多人说啊，美联储今年会降息是因为川普逼的，那我就笑了。去年9月的时候呢，川普都还没有上台，但美联储早就已经降息了。为什么呢？各位，美联储降不降息，降多少，我们看的不是什么通胀和失业率，看的是这张30年都没有错过的图，也就是2年期的美债利息，到底它是怎么走的？很简单嘛，去年美国5月的时候呢，这短债利息还在红色线的高位，也就是 5% 左右，但是到了9月，这利息呢就瞬间的跌到了 3.5% 了，也就是跌到了绿线了。而当时美国银行的利息呢还是 5%，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呢，你能拿到 5% 的利息，但如果你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呢，你只能拿到 3.5% 的利息。所以大家都把钱存银行，不借钱给美国政府了。这银行跟美债之间的利差太大了，就会让美债卖不出去嘛。也因为这样，美联储去年9月的时候呢，就急着去降息，2次降息，一降呢就快速降了 0.75% 了，然后就不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降息之后呢，这个短债的利息就反弹到了橙色的那一条线，也就是 4.38% 左右。而美联储降息之后呢，这银行基准的利率刚好就是 4.33%， 它跟这个短期美债是一样的，所以美联储就不能再降息了。因为再降的话呢，那么银行的利息就会比美债的利息低了，然后全世界都会在银行借钱，再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套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看30年的美债，也就是长债，你看红色箭头呢，也就是长债的利息，它降下来之后呢，美联储才有了后面2次降息。只是在第2次降息之后呢，这个长债利息又涨回来了，所以美联储又不敢降息了。再简单来说呢，去年美联储之所以降息呢，是因为短期的美债有人买了，而后面它不敢降息呢，就是因为长期的美债变得更多人不去买了。你可以看得到，从年头到现在，30年长债利息呢，就很长时间维持在了高位 5% 左右，也就是一直在橙色的那一条压力线附近了。所以重点来了，那现在呢，美联储这个月真的可以降息吗？降的话降多少呢？
长期美债找到人去买了吗？现在提前布局长期美债，真的是在提前抄底吗？会不会出现跟去年一样，一买就暴跌，利息反而更高的悲剧呢？我今天就会完全的公开我自己的布局。如果你不想要浪费这一次降息的赚钱机会，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呢，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你有没有想过美联储升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知道美联储9月会不会降息，甚至降多少。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图呢就告诉我们美债到底是谁在买啊。08年之前呢，蓝色那一条线是涨得最高的，这条蓝线呢就代表日本，所以08年之前其实大部分买美债的都是日本人。但是08年之后，红色那一条线，也就是中国呢，就超过了蓝色那条线。也就是说，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中国人就出手去买美债，买的比日本人还要多啊。为什么？因为中美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嘛，就是我美国花钱去买你中国制造的东西，你中国赚到钱之后呢，你把这个钱去买我的美债，借钱给我去花。但是这个共识呢，直到18年就没了，因为那个时候呢，美国跟中国就打起了贸易战。所以你会发现18年开始呢，中国人就不买美债了，红色那条线呢就开始跌下去了，然后日本呢又成为买美债最多的国家了。但这还只是不买美债，中国真正开始抛售美债的时候呢，就是20年疫情美国印钱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红色那条线呢快速的跌下来了，中国就在快速的去卖美债。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长期美债的利息呢，其实就是在20年中国大量抛售之后开始暴涨的。也就是说，美债之所以卖不出去，其实就是因为以前买的最多的中国它不再去买了，所以美债就要花更高的利息去吸引其他的国家去买。也因为这样，长期美债的利息呢，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涨到了 4.3% 了，而当时美国的利息呢还是接近于零的。所以如果美联储不把利息提高的话，全世界都会跑到美国的银行去借零利息的钱，然后去买 4.3% 的长期美债，这样全美国银行的钱呢都会被掏空的，就相当于美国的银行借钱给美国政府，但是利息呢都是其他人去赚的。也因为这样，22年美联储就开始升息了，直接把利息升到 5%。 那么如果说中国继续抛售美债，而美债找不到人去接盘的话，这个美债的利息呢其实还会更高，美联储呢还会继续的去升息。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当中国大量抛售美债之后呢，就有一个国家开始大量的买入美债，也就是黄色的那条线，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那条红线，成为了全世界买美债第2多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呢就是英国，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各位，假设你是一个英国人，你英国的债券给到你 5.7% 的利息，而美债的利息呢只有 5%， 那你会买哪一个呢？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你都会去买英债，对吧？第一呢，英债的利息是比美债高的。第二，你英国人手上拿着的是英镑，你要去买美债呢，你还要把英镑换成美元，你才可以买到美债，对吧？而今年呢，美元对英镑是贬值了 10% 的，也就是说，你英国人你把钱借给自己的国家，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赚到 5.7% 的利息。但是如果你这个英国人今年拿钱去买美债的话，你的利息不但只有 5%， 而且因为美元贬值了 10%， 你汇率呢就亏了 10%， 也就是说你赚就赚 5% 的利息，亏就亏 10% 的汇率，到头来你还是要亏 5%， 对吧？但是这个英国呢依然还是要把钱拿去买美债，总共就买了8600亿美元。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只要英国他把这些买美债的钱都拿去买自己国家的债券，那么英债的价格呢就会涨上去，利息呢就会跌下来的，对吧？所以当英国政府都把钱借给自己去花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不需要付那么高的利息去借钱了。但是英国政府呢，他就算自己家的债券卖不出去，宁愿自己付比美国还要高的利息，都还是要把钱借给美国政府，而不是借给自己。这代表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需要有人接盘美债，而英国呢就把自己贡献给了美国了。但与其说贡献呢，不如说绑定吧。因为从欧债危机开始呢，英镑就不怎么好，英国的经济呢就开始越来越差，所以英国就把自己跟美国绑在一起。你美债需要有人接盘，对吧？可以的，我英国可以出手帮你。但我帮你之后呢，我们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啊。只要我英国出现什么经济的问题啊，金融危机，我需要钱去救市的时候呢，你美国就要出手来帮我。如果你不帮我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去抛售你的美债，把钱套现来自救了。到时候呢，如果连我都去卖美债的话，你美债就真的没有人买了，然后呢就直接崩盘了。最后呢，你就只能让美联储扩表印钱来兜底，然后美元就会瞬间的暴跌。所以呢，要死就一起死，要活就一起活，对吧？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日本加上这个英国，他们的债券都绑起来了。这就好像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连环船一样的。曹操当时为了让北方的士兵可以适应水战呢，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船都绑在了一起。这样就算是在船上呢，但这些不懂水性的士兵也可以像跟陆地一样的平稳的。但结果呢，诸葛亮就直接用火攻。因为只要一条船着火了，所有的船都会被烧起来，这就是火烧连环船。而今年上半年呢，就已经出现了3次这样的火烧连环船了。4月的时候，美债被抛售，日债也跟着被砸了。5月的时候呢，日债暴跌，美债也跟着暴跌。而6月的时候呢，美债、日债、英债也都一起暴跌，这个就会形成了一个恐怖的连锁抛售。一个国家的债券崩盘了，就会抛售另外一个国家的债券。然后让那个国家的债券也跟着崩盘，就好像病毒一样。也就是说，美债危机呢，不仅仅是怕美债卖不出去，今年最怕的就是日债和英债都开始出现没有人买、拍卖流拍的情况了。而只要这3个国家其中一个出现金融危机，就会引爆全世界同时出现金融危机。但不管怎么说，美债虽然被中国抛售了，但也找到了英国来接盘。所以我们再看一下30年的长债，刚才说了，今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它的利息都是在橙色线，也就是 5% 左右的。所以 5% 的利息呢，是长债很大的一个压力位。只要利息每一次涨到 5% 呢，就会有人去买去抄底。而这个情况呢，在9月更加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到，自从踏入了9月，这个长债的利息呢，就一直从 5%跌到了现在 4.7%， 每天都在跌啊，也就是代表着每天都有人去买啊，对吧？所以长债利息呢，现在就被砸下来了，跌到了现在绿色线跟紫色线2条上升趋势线的位置，然后好几天呢就不跌了，顶住了。也就是说，长债的利息在 4.7%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支撑的作用，就是大家就算再怎么疯狂的去买长债，但只要这个利息跌到了 4.7% 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去停一下，想一下到底要不要继续的去买。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这长债利息的图，这些什么压力线跟支撑线也有用的吗？各位，美债的利息是谁定的？其实就是市场定的。买美债的人多了，价格就会涨了，而利息呢就会跌了。你这样理解，就是大家都抢着去借钱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就不需要付那么高的利息了，所以利息就会跌。然后反过来，没有人买了呢，美债的价格就会跌，利息呢就会涨。也就是说，大户、资本家，甚至是一个国家，他们一切买卖的动作呢，其实就算在美债的图表上面都是一览无遗的。图表不仅可以帮我们判断出股票、比特币、黄金的趋势，其实债券也是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投资呢，不需要去拼命预测市场下一步会怎么走，我们要做的只是去反应，而不是去预测。简单来说呢，我们就只是给自己的财富安装一套智能的火灾警报系统。我不需要知道火灾什么时候发生，因为什么而发生，我们只需要去相信，当烟雾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警报就会响起了。而我们要做的不是留在原地去研究火势，而是无条件的、机械性的去执行撤离。简单来说，我们投资看到离场的信号了，大户的资金都在撤退了，我们就会自动的跟着离场。同时，我们不会去预测哪一条路是一定通畅的，
而是通过加装投资的导航系统让它去告诉我们，当前面这条路畅通的概率有 70%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走进去。一旦走进去之后这个路况变差了，我们就会重新的规划路线，用最短的绕路的成本去避免一次很大的堵车，也就是买大概率会涨的股票。在情况不对的时候呢，果断的止盈，换另外一只更好的股票。最重要的是，就算我们输4次，止盈1次，我们都是输少赢多的。什么意思呢？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安装这套投资系统的方法记录在今年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只要你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不用$400了，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之前如果你错过了我的直播，抢不到门票了，这次就不要错过里面的大福利了。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美联储这个月可以降息吗？到底这一次它是快速的降息呢，还是慢慢的去降？降的话降多少呢？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在2年期美债利息里面。所以我们再看看嘛，这短债的利息到底是怎么走的嘛？你会发现这个短债利息呢，去年从 5% 跌到了 3.5%， 也就是绿色那条线的时候呢，美联储就敢去降息了。所以各位先记着这条绿色线，然后呢降息之后，这短债利息就直接开始反弹了，反弹到了橙色的那一条线，也就是在 4.38% 左右，然后就停住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今年，美联储就宣布不再降息了。为什么呢？因为短债反弹之后的利息呢是 4.38%， 跟美联储降息之后银行的基准利息 4.33%刚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美联储它继续的去降息，那短债利息呢就会比银行的基准利息高了，所以它就不能去降了。而自从美联储不降息之后呢，这个短债利息又跌下去了，不知不觉的现在已经跌到了 3.5% 左右，也就是又跌到了绿色的这一条线。那么美联储今年不降息，所以现在美国银行的基准利息呢是 4.33%， 跟去年一样的嘛，就是你存银行呢有 4.33% 的利息，而现在你去买短期的美债呢只有 3.5% 的利息。所以现在如果美联储还不去降息的话，那么所有的人呢都不去买短债，而是把钱都存进去美国的银行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合理的推断，美联储它又可以去降息了，而且它降息的空间就可以从 4.3% 降到 3.5% 左右。但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这个短债利息不再反弹。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短债利息呢每一次跌到绿色那一条线呢就会反弹，也就是说绿色那一条线是一条力度很大的支撑线，只要美债利息跌到 3.5%，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把它支撑起来，让它反弹。所以去年短债利息跌到 3.5% 的时候呢，美联储就降息了。但是当美联储一降息呢，这个短债利息就开始在绿线反弹了。那这一次呢，现在短债利息也跌到了 3.5% 了，然后再过几天美联储就宣布要不要降息了。如果降息的话，而这个短债利息又跟去年一样反弹的话，那么美联储就不能从 4.3% 降到 3.5% 了。也就是说，短债现在的利息确实是被压到了 3.5% 了，美联储确实是有条件降息了。但是美联储可以降多少呢？我们就要看这短债利息到底是会在这个绿线反弹呢，还是更进一步的跌破这一条绿色支撑线。再简单的说呢，就是现在短期的美债利息呢确实被压下来了，其实就代表了有人开始在买短债了，短债有人接盘了。只是当短债利息跌到 3.5% 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支撑，大家就会觉得如果这个利息再跌下去就不吸引了，所以就不买了，然后这个利息呢就会反弹。所以只要这个短债不跌破绿线，也就是 3.5% 的利息，那么其实美联储降息的空间最多就只是从 4.33% 降到 3.5%， 甚至更少。所以到目前这一刻，记着是目前这一刻，美联储呢是可以重复去年的剧本，降息2次然后就不降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它可以直接把利息快速的降到 2%， 甚至是降到0的。也就是说，美债是可以重复去年的剧本，只要你现在提前去抄底了，然后美联储降息了，美债的价格反而呢是跌下去了，利息反而是可以涨上来的，你其实呢就是在高位接盘。那这个呢就是买美债的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风险呢，就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人跟香港人呢都有这个风险了，就是美元贬值，也就是你在汇率亏的钱呢，甚至可能比你在美债赚到的利息还要多。为什么呢？就是你不要从个人的角度去看一个国家。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买了房了，你借了银行的钱了，你就会想办法努力的去工作，提升你的收入来还债。因为你还不起债呢，你这个房子就会被没收，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了，对吧？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跟你一样去还债的话，这个国家呢反而会瞬间的破产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去思考的应该是怎么可以借更多的钱，而不是怎么去还钱。什么意思呢？就今天你存了1000块到银行，银行拿着你的这1000块，转手呢就借给了房地产的老板，然后房地产的老板呢就会把这1000块给员工发薪水，然后员工呢又会把这1000块存银行，银行又转手了把1000块借给花店的老板，花店的老板呢又把钱拿去批发商买花，批发商呢又把钱存银行，银行又把钱借给下一个人。所以本来银行呢就只有你存进去的1000块，但是他透过不断的贷款，这1000块花了10次，经过了10个人的口袋，就可能会产生出10000块的价值。但这里面其实只有你的1000块是真实的，剩下的9000块呢都是被不断贷款创造出来的。再简单来说呢，银行只要收到1000块，它就可以当10000块去花。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所有的人都把跟银行借的钱给还了，那么市场是不是就瞬间只剩下你的1000块？同样的道理，美国政府呢，它发行了1亿的债券，然后美联储印了1亿的美元去买了美债，然后美国政府呢，它就把透过美债借回来的钱花出去，这样市场上是不是就多了1亿去花呢？然后银行就会透过借贷把这1亿当成是10亿去花，这社会就多了10亿的钱。但只要美国政府呢，他把这1亿还给美联储，市场上呢就会瞬间的消失了10亿，等同于就把市场上流通的钱又抽了回来，市场呢就会瞬间没有钱了，然后经济呢就会崩盘了。所以当你还了一笔债，你就需要在其他的地方新增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债务，这样市场呢才可以有钱去流通的。再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政府还了1块，你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多接1块的债。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欠债是可以还的，但是整个国家他欠的钱呢是要越多越好的。所以当市场没钱了，政府就要出来借钱背上债务，也因为这样，政府欠的钱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现在的美国，这不是我说的，是美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说的。未来美国呢很可能搞日本 YCC 的那一套。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欠再多的钱也无所谓了。今天我美国想要把美债的利息降到 3% 以下，那谁敢要去卖美债做空美债呢？我就直接让美联储无限印钱去买，直到把利息压到 3% 以下为止。就是你卖多少，我就让美联储买多少，甚至像日本一样，直接把国债利息打压到 0%， 这样我政府去借钱了就不需要付利息了，我政府就可以永远用很低的利息借钱，然后债务的危机不就可以解决了吗？那么这样呢，债务的危机是解决了，但美元的危机就出现了。日本这个无限印钱的 YCC 玩法呢，就2016年开始，然后日元从2016年呢就开始暴跌，跌了 38%。那美国如果跟着这么去玩的话，美元又会跌多少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长期美债卖不出去的原因，因为大家都很担心美元大幅度的贬值。就我现在买30年的美债，就相当于我把我自己的钱冻结了30年，然后我拿回来的时候呢，这钱还贬值了，这是不是相当于我白白借钱给你美国30年，不收你利息呢？而且还不算美国的高通胀，我的这个钱会贬值了多少？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如果说你手上有一笔美元，你不担心汇率的风险，也真的很想要试一下这一次降息会不会可以抄底美债，那么我自己的做法呢，就是去买短期的美债，也就是1到2年以内的美债。首先第一，如果2年美债的利息呢，后续真的可以跌破了 3.5%， 也就是跌破了绿色支撑线的时候，它下一个支撑位呢，就是 2.5% 左右了，就是这图紫色的那一条支撑线。那么短债利息从 3.5% 跌到 2.5%， 多几20%，那就是很不错的利润了。但如果说这短债利息跌到 3.5% 之后，它是反弹上去的话，那虽然说我价格是亏钱了，但是只要我不卖，我拿到这短债到期了，也就是1-2年之后呢，我都可以赚到 3.5% 的利息，
跟普通买房收租的回报呢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买短债呢还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当然再说一次，前提是你不用担心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就是说你可能平时是拿着美元去消费，或者是拿着港币去消费的，那这么做的风险呢就是比较低的。而且这笔钱你不能急着去用，你要2年的时间都不能动。而长期美债你要买的话呢，你自己就要思考一下，万一买了之后价格跌了，利息涨了，你就很可能被套牢很久。而且当你解套了之后呢，这个美元还会贬值。而降息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布局的资产还有很多，所以不一定要真的去布局短期美债。但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如果你想要系统性的去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财富安装这个防火墙还有导航系统的话，甚至你希望我们有什么布局可以第一时间跟你联系的话，那么赶快走进我们的投资改命培训营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的影片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就可能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就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而下一期呢，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